顾总如今要和至尊殿联姻，分当然要退。放心吧，我先过来看看。一个底层贱民，我有的是办法对付他。这就是顾总的未婚夫，果真上不了台面。这位姑娘，来个瓜吗？包治百病。我没病，不需要。我说这治病啊，不光能治人的病，还能治资金短缺。你怎么知道顾氏集团资金短缺？小爷我神机妙算，看你是顾家人啊，特意给你留的。你知道我是顾家的，知道又怎么样？顾氏一天的收入顶你10辈子，你和顾总的差距就是天和地。天和地，你要这么说啊，也没毛病。哎，不过你们不用感到自卑啊，买我一个瓜，我就能救起顾氏。自卑？你的意思是我们顾氏还不如你一个臭卖瓜的？都出来吧！本来我打算放你一马，没想到你这么不识趣，那就别怪我不客气，给我好好教训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年轻人，火气别那么大，我看你们印堂发黑，今日啊，怕是有血光之灾。学你妈！给我上！都说了你们有血光之灾，这好久不打架了，哎，这最后个动作不够帅啊！你不要以为你能打就了不起，无权无势，不过就是个底层贱民而已。哎呀，梁少，今天这瓜您一定要给我留一个呀！您是四海商会的瞿老板。梁少，你看我这大老远过来的是吧？今儿心情不好，不卖了。别呀，梁少，我带着诚意来的。你看这些作为定金够不够？这怎么可能？瞿总，您花这么大的价钱，就为了买这一个破瓜？你是什么人？你在这给我指手画脚的？我是顾氏集团的小董，之前在招商会您见过的。哦，顾家是吧？看在以前合作过的份上，我奉劝你不要乱说话。什么破瓜？此瓜非凡间之物，它不是多少钱能买来的机缘之物。什么？梁少，今天的瓜卖给我们龙腾商会吧，我出3000万。你们龙腾商会不是抢到一个瓜了吗？各位天腾商会，我出5000万。什么5000万？我先来的，钱我都准备好了。梁少，你得先给我，是不是？你到底是何方神圣？怎么会让如此多的大侠顶流买你这不值钱的破瓜？我说过，我这瓜呀，包治百病。对，包治百病。看在你是顾家人的份上，今天的瓜可以留给你。别啊，梁少，我出10倍价钱。又白跑一趟。全给顾家了。董小友，你得珍惜这一次机会。这样，我把定金先放这。哎，我没也交定金，来，下一次先留给我。告诉你，看起来买下这瓜就能和瞿老板攀上关系，说不定顾氏集团的危机也会有救。看在瞿总的份上，这瓜给我来一个吧。要不是看在你是顾家人的份上，我才懒得帮你。吃了它，立竿见影。喂，顾总，这怎么可能？娜娜，快回来！冠星集团竟然要与我们合作呢，顾家的资金问题解决了。怎么可能？至尊殿也看上了我们顾家，使者马上到。怎么会那么快？你快回总部。你看，立竿见影吧？真有那么神？肯定是巧合。怎么可能有这么巧的事儿？一介低贱的瓜农，哪有那么大的本事？人都走了，都出来吧。恭迎生死殿公子殿下。事情调查怎么样了？禀报公子，大夏内部的至尊殿已调查完成，大夏境内的第一集团冠信集团也被生死殿完全掌控，有万亿资金全凭你调用。只是公子，属下还有一事不明白。但说无妨。为何你要出手解决顾家的资金问题，还为顾家牵线搭桥与至尊殿的关系？顾家只是一个大碗小卒而已，对您的布局来说似乎并无影响。顾家和梁家也算是世交，当年我父母托我照顾他们，
我父母的事调查怎么样了？已经将您父母的遗物收回，只是在遗物中发现了至尊令。我以为收回至尊殿还需要一段时间。婚书。喂，你就是良才吧？对，你是？我是你的婚约对象，请你拿着婚书1小时内到达民政局的门口。喂，公子，此人还是去看看吧。我父母给我定下的婚事必有他们的原因，说不定还能找到些当年的线索。明白。备车。恭送公子。这刚见面就在民政局门口，难道我这未婚妻要跟我怒领结婚证？小妞儿，你看路啊！就你了，走。哎，你干嘛呀？我等我未婚妻呢。我就是。这楼栋的小妞就是我的未婚妻，真要和我怒领结婚证啊？良才的废物竟然敢迟到！无妨，他也就能忙活他那一文不值的瓜摊了。顾总，您可是日理万机，耽误1分钟的几百万的生意就飞走了。给他那个废物一个见面的机会，他竟然不提前到达，还迟到，这简直是不重视您。娜娜，我也不需要他的重视，毕竟这次我就是来退婚的。谢谢大哥帮忙，我还有事儿，就先走了哈。哎，你别走啊，我还有事没问清楚呢。哎，良才，你个低贱的瓜农，竟然让我们顾总裁等那么久。你是顾总裁的秘书？没错，我就是想看看我们顾总裁的未婚夫到底有多大的能耐。果然不出我所料，就是一个口无遮拦的大骗子。我顾总裁未婚夫？怎么？难道你没见过这张婚书吗？这看着倒是和我父母留给我的婚书一样，但是，我操，完了，结错了。既然你已经知道婚约的事儿，那我也不多跟你废话，退婚吧。退婚？没错，我们顾总裁是江城顾氏集团的掌门人，身价100亿，位高权重。你一个低贱的瓜农，凭什么觉得凭着一纸婚书就可以染指我们顾总裁？等等，顾家和我梁家世代交好，世代交好又有何用？面对现实吧，你梁家早已落寞。自从当年至尊殿大乱，你梁家被灭门之时，你梁家就早已配不上我顾家。且不说你顾家能起，全靠我父母给你们的帮助，单凭你顾家资金短缺一时，若不是有我，你真以为是你那个破瓜派上的用场？我早就把你调查清楚了，你籍籍无名，鬼知道用了什么下三滥的技术蛊惑了那些老板。更何况现在的顾总裁有了更好的人选。更好的人选？没错，我要嫁给的人便是下一任的至尊殿殿主高行大人。你说什么？你要嫁给高行？没错，待到几日后至尊殿举办的万族宴上，高行大人将会继任下一任至尊殿殿主，而我将会成为至尊殿殿主的妻子。梁家对顾家有恩在前，你居然背信弃义，要嫁给灭我梁家的仇人？那又如何？你梁家早已被高行大人灭门，现在的你不过是个孤儿，苟延残喘，又怎能配得上我顾修呀？狼心狗肺之辈！我梁家灭门之前一直大力支持你顾家，甚至不惜自断双臂，成全你顾家成长。正是因为这样，让那些仇人才有机可乘，所以才会灭我梁家满门。你现在不仅要跟我退婚，还要嫁给灭门我梁家的凶手。那又怎么样？成王败寇，你梁家没本事，怪得了谁？良才，我劝你别再纠缠，认清自己的地位。或者当一条狗，夹紧尾巴，永远也别抬头，还能留你一条狗命。否则，你就等着被高行大人碎尸万段吧！碎尸万段，好大的口气！那我倒要看看那高行有没有这个本事。放肆！大人的名讳也是你这种下等人随便叫的。你一个低贱的瓜农，今天你只有一条路：签字解除婚姻，然后滚！解除婚姻，好，希望你不要后悔。顾修呀，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我良才今日便在此休了你！废物，敢侮辱我们顾总！不必跟他多言，蝼蚁岂可窥天？等
我嫁给高行大人以后，永远都不可能再跟他有交集。底层垃圾，给高行大人舔鞋的资格都没有。走吧。这么多年，顾家受梁家诸多恩惠，没想到竟然是这种鼠目寸光、狼心狗肺之辈，我真是瞎了眼了，才会帮他们解决困难。先生，你忘了你的结婚证了。结婚证确实是我的，那另一个，黑凤，帮我查一个人。公子，您的那位妻子似乎是为了逃避一场与林家的联姻，才选择与您闪婚的。既然如此，这婚退了便是。可，您的那位妻子也是顾家人。你说什么？顾氏之女顾曼曼，顾家不受宠的二女儿，在外留学多年，刚刚回到顾氏集团做副总裁。她手上掌握着顾氏部分资源，最近在至尊殿龙卫的要求下，被迫于万族宴与林家公子林天订婚。顾曼曼生性泼辣，想用和您订婚的这种方式拒绝至尊殿龙卫的要求。百足宴，我记得顾修雅也会出席吧？没错，为了攀上至尊殿，顾修雅不惜与您退婚，甘愿做高贤的情妇。攀上至尊殿，好得很。备好至尊令，去百足宴。是。哎，曼曼，你回来了，太好了！林家公子还没到，你赶紧到后台去换一套衣服，一会儿要跟林天公子订婚了。妈，我是不会订婚的。你这孩子说什么呢？这可是至尊殿龙卫给你定下的亲事，大夏权贵们都在场，给你当证婚人，可不是你说不定就不定的。我已经结婚了。放肆！再敢胡说八道，得罪了至尊殿，我们全家都担当不起。我没胡说，这就是证据。你这个不孝女，你知道你自己做了什么吗？他竟然用这种方式名利大夏至尊殿，别说至尊殿了，就算是林家公子，也不是顾家能得罪得起的呀。那可是江城顶流家族林家。我的人生自然该交由我自己做主，非让我嫁给一个我不爱的人，这就是我的反抗。你快闭嘴！要是让林家公子知道了，我们顾家就完了。完了，我已经听到了。看来你们顾家是活够了。顾曼曼，你可真行啊，竟敢忤逆我林家与至尊殿的权威！哎呀，我们哪敢呢？这结婚证是假的，曼曼不懂事。今晚我让她好好给您赔罪。妈，今晚好啊，那到时候就让她好好跟我说说，这结婚证到底怎么个假法？我是不会去的，这结婚证也不是假的，而且我现在已经有老公，麻烦你放尊重点。尊重？你不过就是本少看上的一个玩物，你个臭婊子，你也配！哎，林少，您别生气，曼曼不懂事，都是气话。你想啊，她今天才知道结婚仪式，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找到人领证呢？妈，最好是这样，否则你们知道下场。什么下场？听说有人趁我不在欺负我老婆。哪来的穷小子也敢在万族宴撒野？本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就是顾曼曼的老公梁才。谁是你老公？这权贵云集的万俗宴，你怎么会没来？这种破地方不随便进来吗？我今天来可是给你撑腰的。给顾曼曼撑腰，你算个什么东西啊？还敢跟我抢女人？我是什么不知道，但我知道曼曼选了我，还没选你。这么说来，你还不如我。放屁！你还配跟林少比？你连他的一个脚趾头都比不上。曼曼怎么会看上你？做白日梦吧！那也没办法，这爱情啊，你情我愿。小子找死是吧？跟我抢女人，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在这里，我碾死你比碾死一只蚂蚁还容易。碾死我，就凭你还不配。放肆！林少可是四大家族的林家嫡子，是至尊殿面前的红人。你个底层垃圾，怎么配在他面前叫嚣？一个区区的林家，就算至尊殿殿主亲自来了，也得给我跪下！狂妄无知啊，还敢侮辱至尊殿主，你死定了！你知道今天的诸位都是什么身份吗？依我看来，
这就是你们所谓的大夏权贵。没错，今天在场的诸位就是大夏的高官权贵，于大夏境内不说是只手遮天，也算是手握重权。而今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不敢对至尊殿说出半分不敬之语。你一个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底层垃圾，凭什么敢对我们对至尊殿不敬？因为你不单单是针对你，在座的所有人，在我眼里都是垃圾。你找死！小子，你是不是想对大夏混了吗？诸位都听到了吧？这小子嚣张跋扈，目中无人，竟然以卑贱之躯出言不逊，挑战整个江州权贵，对我不敬是小，可在座的各位，你们能忍得了他的羞辱吗？在此，我向诸位提议，将这小子从大夏彻底封杀。支持林少，封杀这个小子。封杀！就凭你们，还不配？他们不配，那你说说，我这个至尊殿殿主夫人，够不够将你从大夏封杀？曼曼，你是不是流血把脑子流傻了？我不要的垃圾你也收？我顾曼曼做了什么，还用不着你来指手画脚吧？良才，你这不知好歹的废物，还敢来万族宴闹事，我看你是真的想死了。我的事还轮不到你个狗腿子来评判。良才，你可知道顾曼曼的婚事是至尊龙卫定下的？得罪了至尊龙卫，就是得罪了至尊殿。就算你有100个脑袋，也不够你谢罪。那又如何？区区的一个至尊龙卫就想要我的脑袋，那我倒要看看他们有没有这个胆子。放肆！胆敢对至尊龙卫不敬，若不是看在你过去梁家的份上，今日我必将你从大夏抹除。想将我从大夏抹除？你顾家真是好大的威风！威不威风，还轮不到你来评判。但是今日你必须给在座各位，给至尊殿一个交代。交代？你想要什么交代？怎么现在知道害怕了？不如这样吧，你跪下给我磕10个响头，才把这酒舔干净。说不定在场的诸位开心了，还能放你一条生路。10个响头哪够啊？得罪了至尊殿，至少要废其手足，断其生路，才能以儆效尤。没错，废其手足，断其生路。废其手足，断其生路。废其手足，断其生路。既然如此，那就如各位所言，来人！过河拆桥，恩将仇报。顾家顾大小姐，你真是好大的能耐啊！你这废物还不跪下，乖乖磕头，等着被断4肢，说不定还能留你一条狗命。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你们这么不要脸的。今天我就告诉你们，你们在座的所有人，包括你和你那什么狗屁老公，都不配让我跪下。看见了吧？就这么一个废物，竟敢如此狂妄！良才，今日我就告诉你，高行大人即将即位至尊殿殿主，而你只是一个卖瓜的下等人，这就是你最后一次机会，跪下道歉，滚出大夏，从此不再现身，否则你将会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最后不食荒野，死无全尸。好一个不食荒野，死无全尸！那我今天倒是要看看那高行有没有这个本事。还有你们顾家，你们在座的所有人，我今天倒是想见识见识，你们口中所谓的权贵，在这大夏是不是真的手眼冲天？放肆！敢辱至尊殿，我看你这届草民是活腻。龙威大人，这小子目中无人，口出狂言，不仅侮辱了万族宴，还侮辱了至尊殿跟至尊殿夫人，还请龙威大人严惩。区区蝼蚁真是无法无天，简直没有将至尊殿放在眼里。侮辱至尊殿，大闹万族宴，现判你入龙狱10年，好好反省，可有异议？我有异议。顾家小禀报龙威，良才并无侮辱至尊殿之意，是林天多次出言挑衅，才口出妄言。此事应当算作林天借至尊殿之名狐假虎威。你出来干什么？不是让你看我表演吗？还不是怕你把事情闹太大，把我也埋进去。你放心，我有分寸，就这几个货色才奈何不了我。你少吹牛了，一派胡言！你我2人的婚礼是龙伟签订的，如今你竟然帮这个废物说话，简直是倒反天罡！龙伟大人，你可要明察呀！你说的有道理，还是将良才打入龙狱吧。可笑，把我打入龙狱，一个小小的龙卫不够格。我在听节，你们还敢说？不要命！放！我至尊殿乃大夏权力至高，你一介草民胆敢对我不敬，今日我就将你斩杀于此！斩杀我？
也配？良才，你敢忤逆龙卫？龙卫大人，我们顾家和这个狂生绝无半点关系啊！您千万别迁怒我们顾家呀！晚了，若你们早点处置这狂生，我倒是可以相信你。但现在，我除了店主夫人外，不相信每一个顾家人对龙殿的忠诚。良才，你个废物，连累了顾家，还不赶紧跪下自断四肢，给龙卫大人赔礼！我说过，你们让我下跪没有资格。要不是因为我老婆，我早就让顾家复变了。不过看在我老婆的面子上，今日这个废物动不了顾家。你找死！这是赤尊龙卫大人，这块牌子你可认得？良才，你还在说什么破牌子？还不趁着龙卫大人消息，赶紧跪下给他赔礼道歉！听到没有，龙卫大人，他们让我给你下跪呢。龙卫大人给那小子跪下了，难不成那小子真的有什么隐藏的身份？龙卫大人，你怎么给这个小子跪下了？这小子不就是一个无权无势的贱民吗？闭嘴！参见至尊殿殿主。不可能，这小子怎么可能是至尊殿殿主？这颗令牌乃至尊殿殿主亲自所有，我亲眼所见，不可能有误。你真是现任至尊殿殿主？是不是觉得你老公很厉害？别开玩笑。怎么可能？他不过是个废物，怎么会有至尊令？这至尊令本来就受不了。胡说！你梁家早已落寞，你不过就是个卖瓜的下等人，怎么可能？至尊殿殿主到！怎么又冒出来一个店主大人？我就说一个垃圾而已，怎么可能是店主大人？今天死定了！是吗？那到底谁真谁假？等你们店主到了，你们自然会一清二楚。至尊殿殿主到！祭见店主，为何不拜？禀告店主，有一狂徒意图冒充你。放肆！何人如此大胆，竟敢冒充于我？你将他指出来，我今日便杀了他祭旗。就是他这个小子！店主大人，这个畜生大闹百足宴，欺骗龙卫大人，还处处跟我们作对。我建议直接把他杀了立威。没错，他不仅大闹宴会，还敢对您、对至尊殿不敬，简直不知死活。至尊殿殿主大人，好久不见，别来无恙啊！怎么会是你？你这个废物竟然没有死！我怎么可能会死？我和你之间的账还没算呢。既然没有死，那就应该像阴沟里的老鼠蟑螂一样，偷偷的藏起来，苟且偷生。竟然还敢出现在我的面前！你是想把你这条狗命还给我了？笑话！你还没坐上至尊殿殿主的位子，就在这儿口出狂言。我告诉你，你这个位置坐不稳。看来背后都是你在捣乱。不过你现在也只有耍耍嘴皮子的能耐了，想撼动我至尊殿殿主的位置还嫩了点儿。诸位，此人曾经是罪人之子，如今来到百足宴，冒充至尊殿殿主，其目的就是为了欺骗诸位，为自己谋财谋利。那诸位说，此人该当何罪？原来这小子是个骗子，差点就被他骗到了。既然是骗子，犯下如此滔天大罪，就应该就地诛杀。诛杀我？你们不够好，那我今天就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看清楚，这是什么？这是就一个假牌子，吓唬谁呢？林天，你知道你闯了大祸了吗？林天，我劝你现在对着这块令牌跪下，乖乖道歉，然后磕几个响头，否则你身边这个冒充至尊殿殿主的老东西恐怕不会轻饶你。还敢在这胡言乱语！我身边的可是至尊殿的殿主，你一个不知道哪里捡来的假牌子，你个混账！这可是至尊殿的信物，权力的象征，你竟然敢侮辱至尊令，你是想和我为敌吗？殿主大人，这个畜生他怎么可能会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象征？你是不是弄错了？我没有弄错，这就是至高无上权力的象征。想不到我当年想要找到的东西，既然你连你的狗命一起给我送过来。你当真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当年那个任你拿捏的小子吗？我告诉你，今天死的只会是你。当年能灭你们梁家满门，今天
一定能取你小子狗命！罪民良才，节制遵令，妄图篡位，今日召集至尊殿军卫，于百俗宴就地诛杀，打我者死！梁子，你也别跑，这么多至尊殿兵卫，你挡不住他。老婆，你还是先顾好你自个儿吧。谁是你老婆？哎呀，妈妈，我们还是赶紧走吧，万一一会儿波及到我们。为什么每次我注视着他，就会出现幻觉？他究竟是谁？当年我灭你们梁家满门的时候，侥幸被你给逃掉，没想到你自己倒是送上门来。这次可是没人能帮得了你。你确定要和我动手？杀了你，就没人能够威胁到我至尊宝座，至尊令我也能够夺回来。这些年你的所作所为，恐怕不用我的威胁，你这至尊殿殿主的位置也坐不稳了吧？牙尖嘴利，救不了你。动手！说了不想动手的，非逼我。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强了？这个你就下去问我的父母去吧。你不能杀我！你害我父母，把我赶出大校，还篡夺我父亲至尊殿殿主的位置，我凭什么不能杀你？还活着，我没有死。说什么？说我父母还活着？我父母还活着？他们被我关在了一个秘密的监狱里，那个地方只有我自己知道。如果你要把我杀了，你这一世将要看不着他们，他们将会活活的饿死在狱中。如果你要放了我，我就告诉你父母究竟在哪儿。我父母竟然还活着，明显逼宫者的形象。放过你这！姓这么狗，人还留了一手，没事，以后有的是时间。黑凤，去帮我查一下我父母最后的下落，以及高行的秘密监狱。大人，你要找的那个人回来了。过2天我会去一趟我的好友顾老爷子的寿宴，到时候我要见到他。好，我这就去安排。当年的事情还没有结束吗？公子，当年您父母消失之前见到的就是这个人。黑狼上任至尊殿殿主的老部下。没错，属下查到黑狼近期大张旗鼓，正准备高调出席顾氏族长的寿宴。又是顾家。喂，梁才，你跑哪儿去了？我怎么哪儿都找不到你？有什么事吗？是爷爷，爷爷。爷爷，顾老爷子。没错，爷爷知道我结婚的事儿了，指明要求你跟我一起去参加他的寿宴。你记得带好礼物啊！明天中午11点到天宁大酒楼龙起阁。有什么合适的礼物送给顾老爷子当礼品吗？生死殿中有许多。我要生死殿的。你那意思是？用我父母当年留下来的东西。我很好奇，黑狼和顾老爷子在我父母的事情中究竟是个什么立场？属下这就去准备。你这废物怎么来了？你竟然还有脸来老爷子寿宴？上次在百足宴惹的祸还不够多吗？赶紧给我滚出去！妈，他可是我老公，你说什么呢？还好意思说，给你许下林家公子这么好的婚事你不干，非要把这种下等人带回来，我就该把你和这个废物一起赶出去。他可是爷爷钦定要见的人，
我看你们谁敢把他赶出去！老爷子钦定的又如何？他还钦定你成为顾氏集团的副总裁呢，还不是把顾氏搞得乌烟瘴气。慢慢的总裁做的有什么问题？轮到你说话了吗？给我闭上嘴！你还好意思问？自从顾漫漫当上了顾氏集团的副总裁以后，顾氏集团的股份一路下滑，多名顾氏合作方都解约了。但是他对我图谋不轨，他们就算想睡你，你也应该乖乖的爬上他们的床，这是你作为副总裁应该负的责任。什么时候总裁一直跟婊子挂上钩了？那我看你倒是挺合适的。你敢骂我？我骂的就是你。一个家族的兴衰，如果要靠出卖家族之女色相才能发展，那这个家族还是没了算了。闭嘴！要不是你，我们顾氏会受到他们攻击吗？你要真有本事，你就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呀！不就是个合作伙伴问题吗？有什么难的？你说什么？你怕是得了失心疯吧？你知道我们顾氏集团的合作伙伴都是什么等级吗？就连大夏第一集团关心集团旗下的分公司都跟我们有合作。关心集团分公司？哪个分公司？你知道了又能怎样？难不成你这个废物还认识关心集团的人？调查清楚，关心集团与顾家合作的是哪个分公司？2分钟之内，让他带着新的合同跟我老婆签约。你这个废物还挺有演技的呀！你以为这样就能骗过我们？真有意思啊！我看你呀，还没睡醒呢吧？梁才，我知道你想偷偷帮我，但是是真是假，等下你就知道了。还在嘴硬？你是想害死曼曼吗？还2分钟，就算给你2个小时，你也是烂泥扶不上墙。你好，是顾副总裁吗？我是盛强资本的负责人，这边有一份新的合同，请问您有时间吗？有。那太好了，那我这就过去，我们一会儿见。啊？曼曼，怎么了？是盛强资本的于总，他带着订单来了。你说什么？是那个关心集团旗下的江城资金最为雄厚的盛强资本？你看，这不就解决了？是你解决的？你究竟什么身份？为什么能指挥盛强资本的于总？难道你是关心集团的总裁？大家别被他骗了，他可不是什么大人。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新男朋友张俊。诸位中午好啊，我是张氏集团的总裁张俊。你是江城最大投资集团张氏集团的总裁？没错，我与盛强资本的于总算是至交好友。莹莹说你们顾家有难，我就叫他来了。原来如此啊！让我们顾氏集团和盛强资本有合作的，不是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废物。我们差点让这个废物给骗了。现在的年轻人真是越来越不谦虚。一个小小的张氏集团，竟然口出狂言，号称自己可以号令盛强资本的总裁。你敢质疑我？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质疑我张氏集团总裁的身份？我只提醒你一下，牛皮吹得越大，被戳破的时候就容易下不来台。不是你这个废物在这吹牛吗？要不是我男朋友来了，我们都要被你忽悠住了。还让于总跟曼曼签合同，我可真是瞎了眼，差点相信了你这个废物的鬼话。盛强集团于总裁到。于总，您是来跟顾氏集团签合同的吧？你说这么点事还劳您亲自跑一趟？你是？我是张氏集团的张俊呢，之前咱们一起吃过饭的。不是，这次总部命令我过来，是和顾家签约了。你面子竟然这么大，竟然能让关心集团总公司亲自下令，可比某个说大话的废物强多了。看见了吗？这就是你和我老公的鸿沟。我老公随便一句话都是你一辈子也达不到的高度，像你这样的废物，给我老公铁鞋都不配。那于总，咱们签约吧。你算什么？这份合同我只和顾漫漫签。难道这个小子说的话都是真的？不可能，于总，你是不是弄错了？这个无权无势的废物，他怎么可能认识关心集团？我没这么多时间跟你们浪费。顾总在不在？不在我就走了。我就是顾氏集团副总裁顾漫漫。哦，原来您就是顾小姐啊！这是一份与顾家成为战略合作伙伴的合同，里面呢还有个300亿的订单，您只要签字就可以。这么大的订单，您真的要跟我签？自然了，到时候您在总部面前都帮我美言几句。既然已经签完了，我就不耽误你们时间了，那我先走啊。300亿，盛强集团的战略合作伙伴，这下顾
顾家可真要起飞了。还有谁对我老婆有意见？我说过的话，说到做。知道了，这份订单根本就不是他带来的。死到临头嘴还这么硬，嘴硬的是你吧？我已经看穿了你的诡计，你这个卖老婆求荣的废物！你说什么？将军，你这话什么意思？什么叫卖老婆求荣啊？诸位，你们不觉得奇怪吗？他一个没什么能耐的臭瓜农是如何说动关兴集团把订单给顾家？那当然是因为他厉害，与关兴集团有合作了。他厉害，你们都被他骗了。你胡说！你凭什么这么说？当然是我有证据。你们还记得几天前的百足宴吗？记得，大闹百足宴，差点把我气死。我恰巧也从别人那里听说，百足宴当天，林家少爷林天当众表示要得到顾漫。你的意思是，这个废物把顾漫漫卖给了林天，以此让林天替他向关兴集团求情，为的就是能在你们面前大出风头。什么？良才，没想到你竟然是这种畜生！竟然敢欺骗在场的所有人，只死货！顾漫漫，你别不知好歹！你们都不动脑子的吗？如果良才真做了这些事儿，那刚才于总裁来的时候，还会对他那么恭敬吗？那当然是因为林家权势大，而你顾漫漫表面清纯，实则就是个不要脸的女人。你再说他一句，我打了你的嘴！你敢打我？我今天就弄死你个废物！来人！这个垃圾给我扔出去，打断手脚，扔进垃圾桶！我看谁敢！老爷子，这个小人在您寿宴上捣乱，让我帮您把他打出去。没错，就是顾漫漫这个女人把这个骗子带进来，应该治她的罪。谁说良才是小人？就是我张氏集团的总裁张俊。顾老，您过去曾帮至尊店打理产业，走南闯北，阅人无数，应该不会看错。这个叫良才的小子跟林家达成了无耻协议，想把他的妻子顾漫漫交给林天当玩物。老爷子，您这是什么意思啊？良才是我认可的人，谁若敢诬陷他，别怪我不客气。谁还有异议？良才，你有没有觉得爷爷最近有点不太对劲儿？确实有点不太对劲儿。我查了你公司的账目，你把公司搞成这样，他还护着你。他居然能打疼我。顾老，今日是您大寿，不宜生气。我特意给您准备了这瓶上千年的仙人醉作为寿礼。这是前2天在拍卖会上拍出了3000万高价的千年仙人醉。张少，竟然送这么贵的礼物！哎，这礼物太贵重了，我承受不起。哎，不过是玩物而已，都是小钱。确实是烦人。不过如此。你说什么？你这废物，少在这里装神弄鬼的吹牛！这可是价值3000万的仙品，恐怕你这一辈子也买不起。不过就是一瓶酒而已。你不会以为这是你们家门口2块钱1瓶的廉价白酒吧？他既然敢口出狂言，说明他有更贵重的礼物想送。说不定我这瓶酒真的不算什么。张俊，你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他良才敢侮辱我送给老爷子的礼物。若是他今天拿不出比我这3000万更贵重的礼品，在场的各位都不要饶了他。没错，他说这话也是顶撞了爷爷。要是就这么放过他，我们顾家的脸面还往哪儿搁啊？必须重罚。顾老，您放心，您的生日礼物我早就准备好了，比千年仙人醉更好的礼，就是他。良才，你是个脑残吧？这不就是你的瓜摊上的破西瓜吗？你是诚心拿我们寻开心是吗？西瓜，没见识的是你们吧？梁校友，这西瓜平平无奇，我也没看出来什么东西，你不妨解释解释，这西瓜有什么妙处啊？良才，若是你敢拿大家寻开心，我保证你今天出不了这个包间。是不是寻开心？马上见分晓。竟然毁了3000万的仙人醉！你这个废物！我以为你装神弄鬼要干什么，没想到是要毁了我老公的礼物！你还不快点跪下，给张少赔罪！
怎么回事？酒香四溢，这是比仙品更高的神品啊！可我看到的这只是一个普通的西瓜呀。如此神品，你们当然看不出来。因为这乃是至尊殿将士出征前才能品尝的大节之果。苦老，你可不能乱说呀！这怎么可能是至尊殿出征之前品尝的大节之果呢？我怎么可能乱说？这大节之果的品尝方式，便是用一瓶美酒作为引子，撒在这果瓤之上，片刻之后便会成为神品美酒。就连我也只是曾经和我的好友黑狼共饮过一杯，那味道永世难忘。这酒得多少钱呢？如此神品，怎能用钱来衡量？2年前，仅一小口便拍出3个亿的高价，一小口就3亿，那这些得几百亿了。怎么可能？我说过，在我的礼物面前，什么狗屁仙人醉，都是不值钱的小礼。怎么，不让我跪下了？哎，妹夫啊，刚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你看你这么厉害，以后多照顾照顾我呀。就是，都是一家人。来来来，吃饭吃饭。吃饭？我若是你们，现在早就已经吓得张不开嘴了。顾家顾修雅、林天前来为老爷子祝寿，是林家的人。修雅，你刚才那话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这大节之果会给顾家带来杀身之祸。修雅，这话可不能乱说。这瓜怎么能带来杀身之祸呢？对呀，这瓜不是价值100亿的神物吗？没错，这大节之果的确是价值100亿的神物。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这瓜可是至尊殿在出征之前才能享用的神物。你的意思是，良才这个废物根本不可能得到这个瓜？没错，良才一定是觉得自己有点本事，从至尊殿偷来的。良才，没想到几日不见，竟然变成了一个偷鸡摸狗的小贼。这可不是我偷的，这是我自家地里光明正大种出来的。别放屁了，这大节之果只有至尊殿殿后的领土才可以种出。难不成你要说你家住在至尊殿吗？不瞒你说，还真是。哼，可笑！冒充至尊殿可是诛九族的死罪，摆族宴上你就逃过一劫，没想到竟然还不知悔改。等到至尊殿黑狼大人一到，整个顾家要跟你一起下地狱。良才，你这个畜生！亏老爷子还让你来参加寿宴，你竟然想把我们都害死！我早说过这小子是个惹祸精，赶快把他赶出去，我一起给他陪葬。可笑，一群土鸡瓦狗也配在这儿威胁我？只要今天我在这儿，谁都动不了顾家。林家不行，黑狼不行，至尊殿他更不行。良才，你这个废物！你要是想死，就别拉着顾家跟你一起死。要是再跟胡说八道，小心我撕烂你的嘴！同时得罪了林家和至尊殿，废物，看你今天怎么死！梁教友，我明白你是想照顾我们顾家，可这至尊殿不是你我能得罪的。你带着曼曼赶快走，剩下的事情我来解决。晚了，顾老，黑狼大人已经在来的路上了。除非你们现在就把这个狗东西给我碎尸万段，否则的话，良才，你还不赶紧跪下道歉？你想拉着我们跟你一起死啊？那你现在就把黑狼叫来，我倒想看看他敢不敢动。是谁说要见我？黑狼大人，有人偷了至尊殿的大节之果。说什么？误会，这都是误会。老黑，看在你我是旧相识的份上，这次就算了。老顾啊，今日是你的寿宴，本不想扫你这兴。可是这大节之果对于至尊殿有多重要，你不是不知道。这大节之果被偷是死罪。哎，你先别着急呀，老黑。哎，这大节之果也不一定是他偷的呀。顾老，都现在了，还在为这个废物开脱。他不过就是一个瓜农，怎么可能得到大节之果？好，林家小子是吧？告诉我，是谁偷走了大节之果？就他！此人不仅偷了大节之果，还侮辱了至尊殿，并且羞辱了你。你可千万不要被他溜手啊！小子，他刚才说的可都是真的。那我今日黑狼的剑就要饮血了。完了，全完了！这小子把顾家拖累死了。都怪顾曼曼这个贱人，就是他把这个惹祸精带回来的。这下顾家全完了。没错，
是我侮辱了至尊殿，那又如何？良才不进至尊殿，侮辱黑狼大人，嚣张跋扈！大人不必留手，把他给我踩死！没错，而且他偷走了大劫之果，今日若是不严惩他，恐怕以后至尊殿会失威。黑狼，你敢打我？那就是你！你不要仗着高层的关系就对我指手画脚，我做什么不需要你来教。良才乃是我恩人之子，邻家小辈，3分5次对他不敬，就是对我不敬。从今日起，我黑狼断绝邻家所有合作。什么？黑狼大人惩戒了林家人啊！这良才竟然是黑狼大人恩人之子。好得很！既然你知道我的身份，就应该知道忤逆我就是忤逆了至尊殿。我偏要让你惩戒良才这个废物，你做还是不做？别说你和高行没有完，就算是完婚了，他也没有权利对我指手画脚。你是要背叛至尊殿吗？高行那小子，老子早就不想伺候了。我黑狼从今日开始退出至尊殿。你敢？你就不怕被至尊殿追杀吗？至尊殿不是高行的至尊殿，他想追杀我，那就要看他的本事。顾修雅，我对你太失望了。自从搭上至尊殿，就开始排除异己，把我这个爷爷放在眼里，这些我都不给你计较。但是今天，不该3番2次挑衅我顾家的贵人。从现在起，你就不是顾氏集团的总裁，不是我顾家人。好一个顾家！既然你们为了这个废物背叛至尊殿，把我逐出顾家，我就对你们不客气了。黑狼、顾关海，你们给我等着！黑狼大人，你不能断绝与林家的关系啊！你将会失去一切的。从你侮辱梁公子那刻起，我林家已经完了。良才，妈妈，你们救救我！救救林家吧！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林家！救救我！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这都是你们林家应得的。你们救救我！良才，妈妈，救救我！救救我！以后顾氏集团就由顾曼曼担任总裁。今日寿宴结束，大事太多，我累了，先去休息了。我先去看看如意。黑狼，我有话问。您果然还是问了这个问题。我只知道您的父母暂时还在世上。他们还活着？那他们现在在哪儿？根据我潜伏在高行身边这么多年得到的情报，您的父母应该被关在了至尊殿的秘密龙域。可是龙域除了高行以外，只有失踪的玉神才见过。是那个曾经和我并肩作战的玉神？不错。而据我所知，玉神失踪前最后见到的那个人，就是现在的云海资本掌控者金神。既然如此，那我便和他见上一面。但是小主，您刚才为什么不让我公布您的身份啊？我要给高行那老狗一个惊喜。完了，彻底完了，这次我林家彻底完了。话别说的那么早。是至尊殿殿主大人。小子，我给你个崛起的机会，要不要？愿为你效犬马之劳。顾家敢庇护良才是大罪，必须整除。你了解顾家的弱点，我们会把一部分至尊殿旗下企业的权限给你，待到顾家破产之后，还会送你林家一份金元。定不负使命。顾曼曼、良才，我要让你们在我的脚下颤抖。站住！出示一下你的邀请函。怎么，进这里还需要邀请函？平常没有，不过今天云海大厦要接待大人，如果没有邀请函的话，就禁止。如果说我就是那个大人物，你小子，你知道这云海大厦背后是谁掌控吗？那可是富可敌国的云海资本，背后站着更是至尊殿前的4神金神。就你这样的，还想冒充云海资本的大人物？别做梦了！我劝你啊，还是趁早滚蛋！口眼看人低的东西。那如果今天我非要上去，那就别怪我今天不客气了。住手！他妈谁要敢命令老子？
老子可是云海资本旗下的保安。我是顾氏集团新任总裁顾曼曼，今天来你们云海资本，本来是想谈谈合作的事儿，不过现在看来啊，应该先谈谈你们安保置换问题。顾氏集团，顾小姐，我们刚跟这位先生就是开个玩笑，您可千万别当真啊！刚刚不还要赶我走吗？不走就打断我的腿。这我们哪敢呀？您二位里边请。二楼，二位贵宾，请入贵宾室。我们李总马上就到，我就不打扰二位了。你怎么跟个保安也能吵起来？现在找脑子人不多了呗。话说你怎么来云海资本？在我接任顾氏集团之后，忽然遭受了不明人士的阻击。经过董事会的讨论，唯有云海资本才能救顾氏集团。这点小事儿，你给我打个电话就能轻松解决？给你打个电话就能解决？良才，你也太能说大话了吧！顾曼曼，你这找男人的眼光是越来越差了呀！竟然找了这么一个只会躲在顾氏集团背后的窝囊废！我的老公，他用不着你来评价，请你出去。我一会儿还有重要的事要和云海资本商谈。和云海资本商谈？你顾曼曼也配？云海资本的精神大人是不会见的，因为他们的新合作伙伴将会是我明天。你什么意思？你不会还真以为精神大人会正眼看你们顾氏集团吧？别做梦了！精神大人经手的资产至少都是上百亿的，而你们顾氏集团连精神大人的边儿都见不到。一个被黑狼抛弃的废物，口气倒是不小。刚才你不说这事，我还给他忘了，我得好好感谢感谢你。要不是因为你，我怎么能够遇到至尊店的店主大人呢？还得到他的赏识，我得好好报答你呀。这至于报答你们的方式嘛，就是让顾氏集团破产。原来一直阻击顾氏集团的就是你。没错，谁让你们成为我的绊脚石了呢？顾曼曼，你要是能够乖乖的爬到我的床上来，说不定我还能放你点生路。否则的话，你们就去路边乞讨吧。聒噪！你个狗东西，你敢打老子！老子背后可是至尊店店主高行大人。就算高行那种老东西走到我面前，我也照打。我今天来这儿是为了跟精神大人合作，恭迎精神大人重返至尊店。你今天在他的地盘上打了我，我告诉你，你出不了这个门。可笑，精神是绝对不会跟你这种至尊店的废物合作的。你哪来的资格对精神指手画脚？李经理，这个畜生来云海资本闹事儿，还打了我，说你怎么办吧？既然如此，我就代表云海资本把这个畜生赶出云海大厦，打断手脚。哪儿来的小虾米，也配代表云海资本？这位可是精神手下第一得力干将，云海资本的总经理李金来。你这精神的手下要给高行的狗撑腰？不错，因为我们跟至尊店店主高行合作，可是精神大人下达的命令。你说什么？那精神当年能有如此高的成就，全靠我梁家提拔。事到如今，你们也要背叛我梁家。可那又如何？你们梁家早就被高行大人灭门了，你如今只是一个躲在女人背后的窝囊废罢了。我们不跟着高行大人，难不成还要跟着你一起吃软饭吗？既然如此，为何要告知我们顾氏集团答应跟我们合作解决困难？当然是为了把你从董事会里骗出来，让你失去决策权，进而搞垮整个顾氏集团。你们顾氏集团将会成为我们云海资本上升的敲门砖。别怕，有我在。别怕，有我在。怎么又是这种奇怪的画面？我本以为精神那家伙算是个忠义之人，没想到找了你这个废物当左膀右臂。他还真是年纪大了，眼睛不中用。我原本只想打断你的手脚，把你丢出去，你居然敢侮辱精神大人！我今天若不好好羞辱你一番，真是难解我心头之恨。我今天若不好好羞辱你一番，真是难解我心头之恨。就你呀，也配？什么东西！我一定得杀你！来人，他给我往死里打！让精神1分钟内到云海大厦会客厅等我。你也过来，我倒想看看有多少畜生忘恩负义，背叛我梁家。你小子还在这装呢，还说1分钟之内让金神大人来见你，别在那做梦了。就连我云海资本的总经理，每个月也只能见到金神大人1次。你一个装腔作势的电话就能把金大人叫来，
我没兴趣跟两个死到临头的小人浪费口舌。死到临头的是你，住手！李金兰，你好大的胆子！金神大人，李金兰，我就是这么叫你招呼合作伙伴的吗？金神大人，他就是个来闹事的废物，而且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云海资本。为了什么？不能忘本，这是云海资本的规定。当年我们云海资本能发展到现在这一步，都是梁家给我们帮助。你这样对待恩人的儿子，李金兰，你和这几个保安从现在起不要来了。金神大人，我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赶紧滚出云海大厦，别给我翻脸！是。金神，看你这反应，和至尊殿的合作不是你下达的命令。梁家友，高行老狗杀了我恩人，我怎么会和他合作？那你可愿和我一同向高行那老狗复仇？恐怕不行。为什么？你和那高行不也有深仇大恨吗？因为我已经效忠了生死殿。你怎么会效忠生死殿？这些年，大夏至尊殿威名减弱，在外守国屡屡受挫，我精神戎马一生，心中只有家国大业。而现在能守护大夏，只有生死殿了。既然这样，金神大人就更应该摒弃良才，跟我们合作了。你又是谁啊？我是大夏至尊殿派来与云海资本，也就是您和他的使者一天。没想到这儿还有一条高行的走狗没有被铲除啊！看来只有亲自动手。金神大人，先别着急动手。我大夏至尊殿与生死殿早就完成了和谈，共同守护大夏的周全。而你眼前这个畜生，却屡次三番破坏我大夏至尊殿的布局。为了大夏的未来，你应该舍弃过去的恩怨情仇，大义灭亲，与我至尊殿共同守护大夏的未来呀！我来这儿不是听你说这些没用的，你们大夏至尊殿就是一群废物，不顾上将的烂泥。今日来此，是接待生死殿黑凤战神的。生死殿的黑凤战神可是为我而来。你说什么？林天，你不要在这胡说。今天黑凤战神给我说的清清楚楚，因为是有一个大人物要来。因为那个大人物是我呀！我至尊殿与生死殿早已经完成全面合作，难道这还算不上是生死殿的大人物吗？我要你将眼前这两个人的四肢剁掉，然后拖出去喂狗。林天，你的脸皮还真够厚的，被打了2次脸，还有脸说这种恬不知耻的话。梁小友，这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我就是你在找的生死殿大人。别被他给唬到了，金神大人，这个良才不过就是个身份低贱的臭瓜农。顾漫漫，你选男人的眼光还真是烂，我不要的垃圾竟然能在你身边待这么久。我的眼光还用不着你来评判，良才说的是真是假，一会儿便知。废物就是废物，不但捡别人不要的男人，还非要当成宝。金神大人，您可别被他们俩给吓着了。黑凤大人要见的大人物是我。刚刚不还说是林天吗？怎么这会儿又变成了你？你们至尊殿的人还真是爱善变。我可是现任至尊殿殿主高行的未婚妻，对于跟至尊殿有合作的生死殿来说，当然算是大人物。没错，顾秋雅可是跟着高行殿主见过黑凤战士好几次的。黑凤这次前来一定是见他的，而你良才不过就是一个四处行骗的骗子罢了。可笑！看看你们的一副小人嘴脸。若黑凤真的是来见你的，那他的眼睛不如直接抠了算了。你敢侮辱黑凤战神！良才小儿，我看在之前梁家的恩情上对你尊敬，但你也不能侮辱生死殿，那可是护卫大夏的英雄人物。明白了吧，金神大人？这个良才不过就是个口无遮拦的狂生。看看这目中无人的样子，还真把自己当成什么大人物了，连您都不放在眼里。此人若是继续留在这里，等到黑凤大人一到，恐怕我们都有灭顶之灾。金神大人，你赶紧出手，把他赶出去。敢赶我走，后果你们承担得起吗？一个家族没落的废物，赶你走能有什么后果？金神大人，动手吧！才小儿，无礼了，这也是对你好。我看谁敢动手！金神，你们云海资本就是这么做事的，那我看我们之间也没有合作的必要了。黑凤大人，此事不关金神大人的事啊，是良才这小子出言不逊，侮辱了生死殿，金神大人这才出手严惩的。怎么，我说错了？黑凤，你说你是不是瞎了眼，才看上这几个货色？放肆！大胆！良才，你也就现在能动动嘴皮子功夫了，得罪了黑凤战神，你恐怕就成为野狗口中的晚餐。要不你现在就跪地，给我们在座所有人把鞋舔干净，再把你老婆的衣服扒干净，给我们欣赏欣赏。说不定我还能在黑凤面前给你美言两句。竟敢侮辱梁少！黑
黑风大人，你干嘛打我呀？我在帮您说话呀。梁少，他刚刚竟然管这个废物叫梁少，敢侮辱我生死殿的贵客，没取你们的狗命，已经是我最大的恩赐。怎么可能？良才是生死殿的贵人，而当年良才被驱赶的地方，也正好是生死殿崛起的地方。难道？不可能！良才这个废物，不过是一个家族落寞的臭瓜农，怎么可能是生死殿的贵人？就是啊，黑风大人，你不是来见大人物的吗？不是见生死殿的合作伙伴吗？就你们至尊殿的这些货色，也被称之为大人物？别做梦了！可我是至尊殿殿主高行的未婚妻，就算高行亲自来了，也不值得我接见。怎么可能？那他呢？他又是大人物吗？质疑小主。小主，精神大人，良才这个畜生刚刚侮辱了生死殿，还辱骂了您，您怎么能叫他小主呢？我已经决定和良才合作，你们这些高行的狗，赶紧给我滚！别逼我动手！今日之事，我一定如实向高行大人禀报。精神为了这个废物不惜与至尊殿开战，等着我们的报复吧。小主，你今天来为了什么事儿？我老婆的顾氏集团被那2个家伙狙击，需要云海资本的注资。这个简单，来人，这是云海资本的注资协议。从今天开始，云海资本将为顾氏集团所有决策买单，并且每年至少会给他们500万股份。良才，你到底给精神下了什么魔药啊？他怎么会给出如此优待的条件？等到时候你会知道的。黑狼说你是最后一个见过玉神的。来人，这个是我在战场上捡到一把长枪。这是。护士小姐，我老婆究竟怎么样了？你老婆？你是说顾曼曼吧？外界刺激造成的神经紊乱，她以前是不是受过什么头部重击啊？她怎么会？哦，既然不知道，就别在这儿耗着了。病人需要换药休息，明天就可以出院了。小朱，你是不是想到了什么？曼曼是看到了你拿出的玉神长枪才昏迷的。在我逃离大厦前，玉神的确替我挡过一击。你的意思，顾曼曼就是？顾曼曼呢？顾曼曼呢？我不知道，我进来的时候就已经这样了。立刻去找。是。高行大人，那个女人不见了。不惜一切代价找到她，然后杀死她。国海这个老东西，竟把那个女人藏在我眼皮子底下这么多年，绝不能让良才再和她见面。是。小主，我们找遍了所有顾曼曼可能去的地方，顾家和顾氏集团都没有找到她。监控呢？医院附近的监控有没有拍到她去哪里了？监控上面也没有她的身影。不过，顾家传来最新消息，玉神战衣不见了，玉神长枪也没了。玉神长枪？战衣？我知道他去哪儿了。曼曼，曼曼，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脑海中就闪现了并肩作战的身影，但那时我听他的名字叫做玉神。曼曼，一切都过去了。但对我来说，这一切并没过去。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带着残缺的记忆活在这个世上。良才，我想让你告诉我顾曼曼究竟是谁。曼曼，我不告诉你是怕伤害到你。你瞒着我才是真的伤害我。我只想知道，我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我们曾经是战友，一起出生入死。就只有这些？就这些。那现在呢？你把我当作战友、妻子，还是你复仇的工具？你接近顾家，帮我、护我，就是为了复仇，为了找到你父母的下落。在你心里，我究竟算什么？
你是我妻子。想陪你翻山越岭，想陪你追着日落看星星，永远不落幕的电影阐述着我们。我承认一开始接近你是有目的的，但现在我真心希望和你走下去。你说的都是真的。等一切尘埃落定，我会给你个盛大的婚礼，让全天下女孩都羡慕。一言为定。好一副感人的画面，可惜你们的婚礼办不成了，因为今天你们都得死在这儿。你是高行的手下，不错，本来今天在医院的时候就应该把你旁边的女人处理，没想到竟然让她给跑了。今天你们谁也跑不了。你是当年至尊殿手下第一杀手华鼎呢？我还以为你把我给忘了。当年老店主那么关注你、呵护你，甚至把你当亲生女儿一样对待，你竟然背叛了，不靠高行那个畜生！那又如何？识时务者才为俊杰，老店主早就远离。如今的大夏只有高行大人能够给我想要的什么。狗狂，你老东西就该死！究竟哪儿不如你？他竟然提拔你这个贱人为战神！今天我就把你和那废物的儿子一块儿收拾了。就凭你，别说收拾我们两个，就连我老婆自己，你都奈何不了。老婆，你行不行？不行，我帮你收拾。就这么个小喽啰，放心吧。哦，那我倒要看看你们有多大的胆量！这么久没用真气，怎么会恢复的如此迅速？对付你，就算没有真气，也是可以轻松。你杀了我也没用，这一路我已经留了线索，生死殿的鬼位马上就要到了。你说什么？我劝你们现在赶快跑，否则等生死殿的鬼位来了，你们就是两条死狗了。你们怎么会和生死位扯上关系？我们店主早就借着合作的名义渗透了生死殿，如今的生死殿即将并入我们至尊殿，而这次的任务就是生死殿的投名状。做了良才，生死殿现在如日中天，如果我们硬碰硬，恐怕很难碰得过。不就是生死殿吗？我很容易解决。你以为这次黑凤战神还会救你吗？我们早就已经知道了，上次黑凤战神救你只是为了还人情，这次你们谁也跑不了。好，你要这么说，我倒是想和生死殿的人碰，我都想看看他们敢不敢动我一根毫毛。狂妄！生死殿哪怕是一个人都能打10个至尊殿的战神，你居然还想跟他们硬碰硬，你真是不知道死字是怎么写的。良才，我看过生死殿守护大侠的战报，这个女的说的都是真的，不如我们先走。我们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等。应该就在这附近了。搜，黑凤大人，我在这儿。黑凤大人，他们刚才意图杀我，还侮辱生死殿，您快收拾了他们。黑凤大人，我与良才并无意与生死殿对抗，若是真动起手来，恐怕双方都会受伤。您放我们离开，我们绝对不会找生死殿的麻烦。你这臭婊子想得美！黑凤大人今天是来帮我们完成任务，你今天必须死。好，黑凤，你要对我动手？放肆！你居然敢直呼黑凤大人的名讳，我看你是不知死活。黑凤大人，他们不但侮辱生死殿，还敢对您不敬。我提议将他大卸8块，以儆效尤。我今天不但要杀了你，还要带人在你面前轮了你老婆，让你品尝一下这种耻辱的滋味。黑凤大人，放肆！竟敢侮辱公子大人！公子，这个戏我是真的演不下去了。黑凤大人，你说什么呢？什么公子大人？原来你就是恭迎公子大人！这不可能！这个废物怎么可能会是生死殿的店主？这绝对不可能！怎么，你现在还让生死殿的人怕我碎尸万段吗？不，公子大人，我错了，我愿意为您效劳，求您千万别杀了我。放心吧，我今天不会杀你，我会让高行那老狗陪你一起下地狱。控制好他，不要让他失败的消息传回高行那里。遵命。好啊，你个良才，竟然连我也敢瞒着，亏我那么担心你。我这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你看，行，也不是不能理解你，毕竟经历了那件事之后，再相信别人应该很难吧？算是吧。不过这一切都要有个了结了。难道你要反攻高行？没错。不过在这之前，曼曼，我有件事要你帮我。什么事儿？救出我父母，
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发布关于良才的通缉令，并放出消息，你将会在至尊宴上继任至尊殿殿主，诱惑良才上钩。兵力布置已完成，顾家人也已收编完毕。这次良才绝不会有可以藏的地方。良才，这次我让你有来无回！真是恭喜江主母，成功让顾家加入大夏至尊殿，成为了大夏顶流的一员。江主母真是有本事，女儿也很厉害，都快要成为至尊殿殿主的妻子了。不错，而且就在今天，权贵云集的至尊宴上，高行大人就会宣布成为至尊殿殿主，并让我的大女儿顾秀雅成为至尊殿殿主的妻子。我记得顾秀雅不是被驱逐顾家了吗？怎么，你们又舔起那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了？这不是那个通缉犯良才吗？他竟然还敢出现在至尊宴上！良才，这被至尊殿通缉的废物，还敢来至尊宴，你就不怕被高行大人诛杀吗？高行那老东西也别杀我！你敢在至尊宴上辱骂高行大人？你可知道，在场的诸位可都是高行大人的簇拥，你就不怕我们群起而攻之吗？就你们这群乌合之众，别做梦了！我今天来就是要毁了你的靠山。至尊殿，好啊，好，好大的口气啊！但今天你良才要栽了。你良才如今是越来越狂妄了，竟敢在至尊殿的地盘上号称要灭了至尊殿。那又如何？想让我栽倒的人数不胜数，就凭这群鼠辈也敢夸下海口？别说你一个小小的龙卫，就是高行那老东西在这儿，该打他的脸也照打不误。我知道你良才能耐，能在百足殿上全身而退，但是这一次至尊殿是有备而来，你良才必死。看来高行那老东西让你这个废物加入至尊龙卫，就已经证明他的脑子不是。高行大人知道你能打，所以特意派了100万大军将这至尊宴团团围住，在100万大军之中也是插翅难飞，而我便是这100万大军的统领。哎呀，张俊，你可真厉害，比这个整天只知道打打杀杀的莽夫不知道强多少倍呢。现在给你个机会，跪下臣服，把我的血舔干净，我就给你留个全尸。我操！他竟然一巴掌把龙卫大人打翻了，难道他不怕100万大军吗？你敢打我，就这么迫不及待去死吗？我打的就是你，难道还要挑日子吗？100万大军，在我看来不过100万蝼蚁。你好大的口气！张少面前居然敢说出这种大话，今天死定了！我知道了，你是以为还能像上次在顾家寿宴那样被顾光海给救下去？但是你别忘了一件事，你现在可是大夏臭名昭著的通缉犯，是高行大人口中人人得而诛之的畜生。顾光海那个老东西，这一次可 hold 不住你。是那个顾家家主顾老爷子。若是顾老爷子在大夏颇有威望，确实能保下这小子。张小子，梁小友的身份可从来不用我来护。说什么？顾老爷子，你这话什么意思？难道这个废物还有什么特殊身份不成？就是啊，爸，良才这家伙就是一个臭瓜农、大话精，被人灭门的废物，他还能有什么高贵的身份不成？当然有，不仅有，而且还是一个能力压全场的真实身份。您想护着他的心情我明白，可好心提醒你一句，这小子现在可是大夏公敌，您这么护着他，小心你们顾家也会被拉入深渊，您可要三思啊！张小子，你当上龙卫就能耐了不是？你这话是在威胁我吗？我只是提醒您做出正确的选择罢了。对呀，爸，您不能再护着这小子了，我们顾家不想为了这么一个恶心的废物陪葬啊！陪葬？可笑！我现在就在拯救顾家。我要是和着张俊一起羞辱梁小友的话，我们顾家早就完了。说什么？张小子，你继任龙卫时，应当看到一幅穿着军袍的男人画像，下面写着至尊殿殿主梁无敌之画，对吗？是有这么回事。难道？没错，良才就是梁无敌的儿子，真正的至尊殿的继承人。什么？
顾老刚才说良才才是至尊殿殿主的儿子，是正统继承人。那高行怕不是做不成殿主了？怎么可能？这个废物怎么可能是至尊殿的正统继承人？我不相信。就是啊，他如果有这么厉害的身份，为什么要藏着掖着？哎，我可没有藏着掖着，是你们眼瞎，一直戴着有色眼镜，才没发现我的身份。没错，梁小友早在百足宴的时候已经公布了自己的身份，是你们被贪欲名利蒙住了双眼，若不是我阻拦，恐怕我们顾家早被你们拖入地狱了。那你的寿宴呢？为什么在寿宴上不说？当时我听到梁小友与黑狼的对话，意识到梁小友的心里有苦衷，所以才没把他的真实身份揭露。不可能，怎么会这样？老爷子，您说的是真的？千真万确，我骗你做什么？我早就知道，我们曼曼在选人的时候有眼光，你和我们家曼曼是万般的般配。记得继任至尊殿殿主之后，也要关照关照我们家曼曼，关照关照我们顾家呀。妈，你不用想，他这个至尊殿殿主继任不了。秀雅，你说的是什么意思？良才他不是上任殿主的孩子，至尊殿殿主的正统继承人吗？妈，你太天真了。就算是，又能如何？整个至尊殿上没有人会听从这个废物的命令。没错，良才的父母早就死了。就算他有至尊令，可他自己也不过就是一条被通缉的丧家之犬，根本就不配做至尊殿的殿主。但那可是至尊殿的正统。正统？你以为整个至尊殿上上下下不知道高行大人是通过灭门梁家才上位的吗？正统又算得了什么？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拳头才是正统。没错，我的未婚夫高行将会继任下一任至尊殿殿主，而你良才将会在这至尊宴上成为一具尸体。良才，我还是劝你识相点，赶紧束手就擒，说不定我们高兴还能让你死痛快点，否则我们就在你的身上尝试这世界10大酷刑了。这下良才要栽了。果然，至尊殿殿主的位置还得是高行大人的。你说让我束手就擒？没错，因为你今天根本就没有活路。我倒想见识见识，我怎么个没活路法？你竟然还敢打我！我打你还少吗？我都怀疑你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癖好，每次都凑到我面前。难道你真的就不怕死吗？百足宴上，我能收拾你们1次，在这儿，我就能收拾你们第2次。哼，愚蠢！当时在百足宴上，是高行大人准备不周，才让你这个废物钻了空子。是吗？至尊殿的臭鱼烂虾，在我看来，只怕永远没有准备周全的时候。话可不要说得太死，毕竟我们这次可是带了至尊殿的死神。那就是至尊殿的死神，这可是至尊殿的最高战力。你们至尊殿也就这几个没见识的弱鸡能拿得出手了。弱鸡？我看没见过世面的是你吧？这可是至尊殿的4神，个个身经百战，4人联手甚至能夺1省。你就算再能打，能单夺1省不成？就这么点战绩，竟然就让你们沾沾自喜，真是可笑至极啊！你也就现在能动动嘴皮子功夫了。等4神把你给制服，我定会把你带过我的血肉加倍奉还。动手！等一下，梁小友，你还是快逃吧！这4神可是至尊殿的最高战力，你是顶不住的。顾老，就对我有点心机，就这群虾兵蟹将威胁不到我们。梁小友，我知道你是担心我的安危，可是你还是快逃吧！这至尊殿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如果你再不逃的话，恐怕就没机会了。你父亲对我有恩，今天我一定要保住你。我来给你断后，有顾修雅在这，他们不敢对我怎么样的。爷爷，你这话可就说错了，这可是至尊殿的4神，若是下重了手，夺了您的性命，我可管不了。你看在你是顾家家主的份上，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现在赶紧给我滚出去，否则你这顾家家主可就要再次易主了。你们，顾老，你放心，今天在这儿，这群废物绝对伤不到我们1根毫毛。你们一起上吧！还真是狂妄！4神，不必对这个废物留手，拿下他！什
什么？不过是群虾兵蟹将，怎么？难道你们就这点本事了吗？不愧是那个老东西的儿子。若是我高行这样被看扁了的话，他也不会做这至尊殿殿主之位了。是殿主高行，殿主高行和4大战神一起出战，都足够平定一国了。我等候你多时啊，高行。小子，你大闹百族宴，打了我的脸，还处处与我作对，未免太拿我不当回事了。你这个篡位偷袭的小人，也配让我高看你一眼？当年你爹也是这样看不起我，可事到如今，我成了至尊殿殿主，而他的儿子只不过是一条丧家之犬，大夏的通缉犯。善恶终有报，今天我就把你从殿主的位置上拉下来。少看不起人了，高行大人的本事可是你能触及的。好，那不知道上次百家宴是谁被我打得跟狗一样满地乱爬？小子，那是我准备不周，被你钻了空子。这次我有4大战神来助阵，你定然插翅难逃。你的4大战神刚被我收拾过，你当真以为加上你会好到哪里去？真是愚昧！4大战神与高行大人组成的4方5行阵，就连百万大军都可诛杀。可惜良才也只能到地狱里去品味我那4方5行的阵法了。4大战神，随我诛杀逆贼！你怕了吗？本来还想着亲自收拾你们，现在看来用不着了。说什么？高行大人，这个人只不过是虚张声势，快拿下他！差点让你误了，请动手！是谁？高兴啊，高兴！就你们这几个软脚虾，自称至尊殿4神，和我们上一代4神比，那差的不是一点半点。是金神大人。金神大人不是隐居云海资本不问世事了吗？当然是因为我效忠了新主。参见少主。你就这点本事吗？高行大人，我们该怎么办？终于等到你把金神叫出来了，这将会是你犯的最大的错误。什么意思？因为你叫来的帮手马上就会效忠于我。说霸道什么？高兴，小主忠心耿耿，怎么可能效忠这个老混蛋？因为叫来你最尊重而且最害怕的那个人，难道是？没错，他就是生死殿的公子，即将为我来助阵，而你将会随着这个公子效忠于我。啊！良才，你还真的以为在百族宴和云海资本的那个事后，我还跟傻子一样带着我的人和你正面对抗吗？我知道你武力超群，而且另一个能破我4方5行镇金神也效忠于你了，正面对抗绝对战胜不了你。所以你就利用奸计，准备利用生死殿的事来清除我们。聪明，不愧是梁无敌的儿子。我从今天起，梁家就要绝好我。进来！就算你再强，也强不过生死殿。真不愧是高行大人，一手妙棋，轻轻松松就化解开了我们解不开的死局。良才啊，良才！哎，你再打我一个试试。在我们高行殿主的手下，你不过就是一个会点武艺的莽夫罢了。良才，你现在就是案板上的鱼肉任我宰割。我劝你还是乖乖的投降吧，省得受到皮肉之苦。高行，你高兴的也太早了吧？什么？我的意思是，你所谓的一手妙棋，会将你推入死局。我还以为你能说出什么惊世之言，原来是虚装声势罢了。高行大人，
我看这良才怕不是被生死殿的人吓破了胆，开始胡言乱语。高行大人，还是赶紧解决了这个废物吧，免得夜长梦多。别急，这个废物杀了我的4大得力干将，不狠狠地羞辱他一下，难解我心头之恨。你现在给我跪下磕头，听得可一直到死，放这个武关海和金神，紧紧对着他们的4肢，否则的话，我就让你在死前受尽折磨，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和我高行作对是什么样的下场。至尊殿的人都有点毛病，都喜欢把脸凑到别人面前让道。把你千刀万剐，挫骨扬灰，在你身边的人都跟着你一起陪葬。高行，我告诉你，今天我身边的每一个人，动不了他们一根手指头。这话跟生死殿的人去说吧。动手，诛杀逆贼！是。小子，这一回你总算要栽了吧？你再好好看看。我没看错吧？高行殿主被生死殿的鬼位摁住了。难道生死殿的人毁约了？高行大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你这是干什么？你们的敌人是这个狂妄的小子，你应该把他制服才对啊！高行啊，高行，事到如今还看不清局势的就只有你了。说什么？梁小友的身份，你难道还看不出来吗？他一个丧家之犬，能有什么身份？他全家都被我杀了，父母也被我关了起来，他自己也被我逐出了大夏。正是因为你把梁小友赶出了大夏，才造就了他天下独一无二的身份。难道是？众将士听令，今日诛杀至尊殿逆贼，人人有功，每人豪宅一栋。谢公子殿下赏赐。什么？良才的真实身份竟然是生死殿的公子。原来这就是良才敢跟至尊殿正面对抗的底气。这不可能！你这个废物，被赶出去的时候，一身的功力都被我废了，变成生死殿的公子。当然是公子大人在尸山血海中杀出来的时候突破了境界。像你这种只会阴谋诡计的臭虫是不会明白的。雷锋，归位！良才能给你们东西，我高行都能给，我给你们双倍。你们不是想要至尊殿吗？我现在就可以让出至尊殿殿主的位置，只要你帮我收拾了良才。愚蠢！公子大人为我们出生入死，这份恩情你这个小人怎么会明白？我们生死殿绝不会背叛公子。死死效忠公子大人。良才，我们是一家人，看在我们林曼曼的份上，求求你放过我一马。你3番4次的羞辱我父母，背叛了他们的恩情，现在说这些晚了吧？把他们打入死牢，秋后问斩。不敢杀我！你听什么？因为你爹妈的命还捏在我的手里。你别忘了，你的父母现在还关在我的至尊殿的龙狱当中。如果你把我杀了，将永远见不到你的父母。高行，你现在说这些晚了，你难道不知道玉神也知道龙狱所在地吗？你以为我会忽略到那个玉神吗？我早就派出我最得力的杀手，将那个所谓的什么玉神，你的妻子曼曼给处理掉了。什么？顾曼曼竟然是玉神？怎么可能？怪不得吧，对他留学时发生的事一概不谈。原来那时候他去了至尊殿。这个世间只有高行才知道你的父母所在的地方。如果你要杀了我，你的父母将会死在龙狱当中。对，你爹妈还在我们手里，想要救他们出来，就赶紧把我们给放了。这就是你们的遗言吗？如果你硬要杀我，那全天下的人都会知道你这个不孝的随领。总有一天，你也会落得和我一样的下场。我不会杀你，但他们就不一定了。高兴，你这老狗的死期到了。梁无敌！
行，你想我们夫妻二人了吗？这怎么可能？你们两个应该关在龙狱才对，怎么可能出来？当然是我把他们救出。曼曼，你怎么还活着？你应该死了才对。高翔，这一切都是为你设计的圈套。我早就让人封锁了你手下杀手失败的消息，否则的话，不知道你这只老鼠要藏到什么时候。我不相信，这不可能！才是至尊殿的殿主，天下的尊主。爸，那条老狗的性命应该由你们去。良才，你长大了，但这件事应该你来。斩杀这老狗后，你就是这至尊殿的新殿主，万事为尊。原至尊殿成员高行，谋划殿主，意图篡位，但善恶有报，我梁家上下20条人命，我良才今天为你们复仇了！恭喜公子殿下大仇得报！至尊宴，开宴！